大家好，我是张大哥。我们现在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颗4公分油盘从台中来的 W123 绿色2301的4公分油盘的整修之前的故障测试。这部车子因为他是坐专车来到台北所以说车主他也跟我讲。自从他买了这部车子1年多以来，都还没有办法正常行驶。W123的车子都在1985年之前，到现在都已经6年以上。那这个如果以人的年龄来算，30年车子报废，人90岁报废。那35岁的车子还要继续开，人的话应该是120岁以上还要继续走路。那所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我们来看一下这部车子为什么它必须要坐专车从台中来台北找张大哥。我们现在来做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70左右。好，如果以 M102 这个4缸第1代机喷1985年之前没有电脑的 K 系列的机械喷射，它 M102。它的标准出油量1分钟全油门应该要在170左右。我们来看看这部车子，它的出油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W123的车子，如果说没有经过有引擎问题。都还比较小，因为 M102它铸铁的引擎，如果跑过50万公里不缺油不缺水，一般来讲是不是问题？我们所碰到的都是因为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1缸140，第2缸140，第3缸145，第4缸140。它平均出油量都落在140，跟厂方要求的170，大概差了30ml左右。
应该有20%，哈，少了20%左右。但是它有个优点，它是蛮平均的，哈，代表它是大有道堵塞啊，并不是小有道堵塞产生每一缸的高低出油量落差很大。那其实这部车子，如果以这个出油量，车主不太容易察觉，除非他上高速公路或爬阳明山爬山的时候，他会发现，这马力上不去了。但是在100公里以下的话，它应该行驶上面都还算 OK， 只是马力比较小。那车主他没有做比较，不知道。但是他这部车子会，60公里以上就上不去，那可能还有引擎这方面的问题。那无论如何啊，大哥必须要整修，我们要把它堵塞的出油量，把它拯救回来。这颗从台中来的绿色 W123的2301上面的加热阀啊，我们拆下来还没有整修之前，我们来做一个它的这个冷车的，我们来检测一下它冷车的压力啊，到底是多少？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加热阀它主要功能是在作为冷车油气加浓的功能，借由它的压力差来产生供油量的改变，达到冷车加浓的目的。那在冷车，也就是说引擎刚启动的时候，代表它这里是没供电的啊。那这个时候它的压力应该在2公斤左右。那经过约莫差不多2分钟以后，因为引擎加热，引擎一发动之后，它这边会开始供电。那供电之后，差不多大概2分钟啊，我们的车引擎温度会达到60度左右。那它自然就会解除冷车加热的功能，因为它持续供电2分钟以后呢，因为它里面的结构是一个热膨胀金属，那借由它膨胀金属的改变它的压力，使得冷车加热的功能解除。这个就是它整个加热阀它的做动的大概它的逻辑。OK， 我们现在打开电源，我们看到它的压力大概上升到差不多在5公斤左右。然后我们来看它系统的压力，在这个地方，系统压力也是5公斤。那5公斤，它一冷车就已经达到5公斤的话，那它没有办法再上升，也就是说，它不可能超过它的系统压力。所以说，这个加热阀是故障的，应该是堵塞所造成，它压力太高了。冷车应该大概在2公斤左右啊。等大哥检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它冷车的压力是多少。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颗经过大哥整修的，从台中来的绿色 W123的2301的加热阀。大哥整修过之后，它的冷车的压力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那因为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冷车的时候压力都已经达到了5公斤了啊，现在跟它系统压力是一样啊，这个它已经没有再上升的空间了。所以说，它这个加热阀是故障的。那原因应该就是堵塞。那我们来试试看，在冷车的时候到底它压力是多少？好，大哥打开电源。OK， 我们看到它冷车压力大概在2.2左右。然后就是已经从它原来故障时候的5公斤，现在已经修正到2.2公斤。那等它热车以后，这个插头开始供电因为引擎发动这插头开始供电以后，
那它的热车的温度应该会达到大概在4公斤左右。那借由这个2.2到4公斤这边的压力差，来达到冷车加浓的功能。这颗加热阀大哥已经充分加热，也就是说，引擎已经发动了一阵子那目前是在热车状态也就是说它的油压不应该再改变那我们来看看它现在热车的压力是多少？是大概在3.84公斤左右。那跟它故障之前冷车就已经是5公斤了，所以它不可能从5公斤回到4公斤。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从冷车的2公斤左右，然后爬升到这个热车完成的4公斤，借由这2公斤左右压力差来产生出油量的改变，达到冷车加浓的目的。这部从台中来的 W123的2301的4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分油盘它的出油量平均都落在140到145之间。那出油量倒算平均，但是总体出油量跟170的要求差了20-30 ml。那这个现象是带火道堵塞所造成的。原则上，如果说以这样的出油量，它车子应该怠速稳定还 OK。那可能就是在跑高速公路或者是加速到80之前，应该都还好，只是比较没力。那可能上到100，可能就稍微迟钝了一点。但是为什么车主他说他买了1年多以来一直都没有很正常过？无论如何，我们整修过之后，我们先来看它的1分钟全油门的出油量。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70左右。因为这个车子已经30多岁了，35岁以上。那当然，经过几万公升的汽油，20几万里程大概的使用油箱是污染源，把我们的公用系统都堵塞了。类似我们楼上的水塔，30年的水塔里面一定很脏。那油箱里面就是铁锈、加油站的沙子，还有油泥，把我们的公用系统堵塞。整个这个分油盘并没有坏，它是堵塞了。我们经过堵塞之后呢，我们希望它能够在20年替我们服务理论上是不应该再堵塞了。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70，第二缸172，第三缸170，第四缸170。我的测试成绩相当漂亮，跟厂方要求的几乎没有什么误差，总体下来误差在3%以内，跟厂方要求的15%那这就是代表的测试成绩非常漂亮，非常 OK。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个编号666923，从新竹来的绿色 W123的2301的完修分油盘完修后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
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是主要是要了解我们这个分油盘它在怠速的时候，它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它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数据误差是越小越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我们目前进行的是这个编号666923，从台中来的 W123的2301的4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说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第一缸200，第二缸195，第三缸200，第四缸192。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开下来，它的误差在3%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那这颗分油盘，我们有了解到它是大油道堵塞，造成全油门测试的时候，它的数值出油量大概在140左右，跟厂方要求170差了30ml。那因为车主他很关心这颗分油盘的出油状况，为什么他买了1年多以来测试一直都弄不好？那是以大哥的浅见，从它的大油门的出油量来讲，还算平均，应该还不至于造成其他的非常的奇怪的车子很难搞应该无论如何，我们到引擎测试的时候再来看它的结果拜拜。